敖轩，你暴力自摧，欺压四海百姓，我本不愿伤你。你若让出王位，我绝不会杀你，也会善待你的手下。敖轩，收手吧。昔日不过是我池中陪衬的臭鱼烂虾，今朝竟敢觊觎尊位，游说三海谋逆，要我认输？你做梦！圣德。 是他们临时改变了计划，我并不知情。余墨竟有青离帝君应渊帮忙，你为何从未提及？我只是一个普通术士，什么帝君，我不知道。你当我是傻子不成？那日你一走，我就派人调查了你的底细。你是妙法阁前任掌事银灯。 最好祈祷自己对他们而言足够重要，我便以你为人质换回招揽，否则我便让你见识到愚弄本王是什么代价。你要做什么？帝尊，天界曾通报应渊帝君罹难失败而亡，可本王发现他有意假死，在此隐姓埋名。你休想！ 天界不能有情，您犯了情戒而被贬下凡，如今到了凡间还如此多情，好，本王就成全你。我上世欺凌时。 便为帝君照明驱暗，相守万年。我自当忠心于他，护他周全。在天界如是，在凡间更是如此。帝君罹难生变，定是天界有人故意强害。 帝君还活着的消息，绝对不能透露。圣德，圣德，你还好吗？你在哪儿啊，圣德？圣德，圣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
轩，他想用我换回昭兰，我百般不肯，他便要杀我。抵挡之前，我想到唐公子刚消了他的逆鳞，我就趁他不备，揉碎魂弓杀了他。没事没事，他死有余辜，别自责了。这灵兽也是被碎魂钩所伤。敖轩已死，你们莫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。敖轩残暴欲下，四海怨声载道。既然他并非明君，你们何苦还为他卖命？四海龙尊的位置本就属于你，你本是先祖，现在落山为妖，就无不甘吗？我堂堂正正为妖的这些年，是我自出生以来最快乐的一段日子。若能一生如此，让我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心甘情愿。昭彦殿下，我之所以会答应你领军出征，一是因为你女儿的救命之恩，二是因为为人子应尽的孝道。现如今，我爹娘的冤屈已经路人皆知了，我便已心满意足。至于我的存在，只要在我在意的人心里，便已足够了。这戒指与敖轩有何关系？是白龙族的家传灵兽，这无影兽有传音报信之能，敖轩与其父各有一只。这只属于老龙尊敖齐。只需将九岐一族逼入山谷，修罗族自会将其歼灭。九岐全军覆没，你白龙族便理所应当成为水族之尊。东海执掌四海以来的所有阴谋、暴政，以及这次事变的经过，我都会一一上呈帝尊。有了这无影兽，铁证如山，九岐灭族真相便可水落石出。仙神两界已尽在我们掌控之中，那日到来之前，务必护卫好北冥仙君、冀都星君、火德元帅，尤其是四大帝君的平安，不可使之丧命于魔族人之手。这几人之死与我们大有助益，事关万年来筹谋的大计，不可有失。这段对话为同一人所说，殿下可知此人是何人？以此人的口吻，应该是天界之人。这无影兽，旧日敖齐也常常放飞天界。看来，前任龙尊背后有人指点布局。自创世之战，直至仙魔之战，都在那人计划之中。难道三帝君与北冥仙君、冀都星君之死，是此人所为？师父他不是战死，而是被害死的。他和我爹娘一样，
就这般不明不白的死了。雨墨贤侄，北冥仙君，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话，我早已经死于万年前那场阴谋之中。此仇不报，我又怎配活着？只是现在尚不知真凶到底是谁，若想就其灭族真相上报，恐怕会打草惊蛇，势必会牵连到你们，所以此物绝不可交。贤侄不用追了。吴应寿有寻主之心，若救主丧命，便会追本溯源，寻到上一次与他传音之人。贤侄若想找到此人，唯有将其放飞，只是吴应寿不留痕迹。若找不着真凶，这证据可就没了。但凡他还活着，无论他在九重天，还是叶忘川，我都会把他抓到。只有亲手杀了他，方可解我心头之恨。你与唐公子情谊深厚，他也是身经此两战的幸存之将。有朝一日归位回天，定会助你查明真相，手刃真凶的。正如吴影寿所说，昔年唐公子险遭此人杀害，此番他下凡历难，毕竟困难重重，我担心他会有危险。二位公子相助我南海渡此劫难，我无以为报。南海有件宝物，可以为唐公子分忧一二。啊！这圣德大战之前行踪诡秘，而后那无影兽戒指也十分的可疑。他如果心机深大，与敖轩串通，那么王宫里的偶遇搭救，恐怕就是他有意设计的。不仅如此，裴洛因为贪念与将臣的感情变淡，也不至于痛下杀手啊。而且裴洛他是一个凡人，可以练成如此超群的功力，我觉得会不会跟圣德有关？那你还给他熬汤煎药？我只是怀疑，没有实证。不过，就算他有万千狡饰，有一点我肯定没有观察错，那就是他对你的情感。不然怎么可能放下王权富贵，而且有意让你避开战局呢？哦，那你的意思是？没错，这碗药你给他送去，顺便略施美男计，套点话出来呗。演戏可是你的擅长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哎，不是，演戏有什么不会的？送体贴，送温暖嘛。顺便还可以验证一下，她是不是你梦中的那个女子啊？你干嘛？干嘛？是这么验证吗？那不如你教教我演戏啊？啊！你有病啊！哎，开个玩笑嘛。这是魔族魂魄所化的八卦阵。对了，小韩晶，愣着干嘛？赶紧干活啊！气旋六腑，燃会双腕。圣德，你这使的什么妖法？去！
正北为开门，从北走。一步，您呢？多谢。圣德，你果然有问题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当然是要取你的命，偷你的心了。所以你跟我们同行的目的便是要杀我？那将臣跟裴洛呢？他们两个人离心，也是你一手所致的吗？是又如何？我借着裴洛的贪欲，一步步成为安都王最宠爱的侧妃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本可快活一生，可偏偏命运让我遇见了你。可为什么你要出现？一次又一次地毁掉我的人生，夺走我所爱的一切。与颜淡又有何关系？你心爱之人，并非心悦于你，难道你要迁怒于他？你终于露出你的真正面目了。如此自私偏执，怎配得上爱？你懂爱吗？你懂什么？唐城，我所有的筹谋都是一心为你，然而你为了他这般践踏我的真心。今日我便要亲手杀了他，然后逼着你一口一口吃下他的心。你简直就是一个疯子，我宁死也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我会如愿的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施法消除你在凡间的记忆，这样你便会彻底忘了他，与我厮守此生。这黑雾好生诡异，大家小心。昔年昭圣帝君以李晨将一批魔军封印至此，魔族人便化为这黑雾，吞噬入阵之人。你失了记忆，忘了仙法，今日我便要你眼睁睁看着这两个妖精化为石雕，而我将手握九旗龙丹、李晨两大神器，称霸凡界。气旋六腑，燃会双腕，去！别怕黑雾！快点！我要顶不住了！你宁愿与他们一起死，也不愿活着和我在一起吗？唐周，张远殿下给你的珠子，你赶紧吃了，你吃了就会恢复记忆，所有的仙法都能够想起来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的，要不然咱们都得死在这儿。唐周，李晨不是可以使封印当巫邪吗？快用啊！小心！今日你非死不可！先修天机，后提玄苍。小寒经，快用小寒经啊！先修天机。不行，上古修炼之法与今日完全不同，死记硬背，难得精髓。快，倒转运功！圣德若能以小寒经御物，那么必也可靠李晨兼小寒经反御之。唐周，听我口诀，
驱动内力，操纵里尘，上身微旋，气旋六腑，然会双万。小寒精，怎么这么耳熟呢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小寒精？先提玄苍，再修天机。破！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满心怨恨的要做这一切？你负了我一辈子，我要让你后悔终生。哎，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？你刚才说了那么多什么意思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唐州梦中的那个女子到底是谁？唐州之前又是谁？你肯定知道，说清楚嘛！我就是要让你困惑终生，这样你永远也忘不了我。就这么死了，也算他恶有恶报吧。如果将臣知道这些，心里也许会释怀一些。纵使圣德故意挑拨将臣与裴洛的关系，但究其原因，还是裴洛不愿意相信将臣。所以言谈，你也不用太苛责自己。也许这就是凡间八苦当中的五阴炽盛之苦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蒙蔽了他的眼睛，使他造下了这么多的恶果。看来话本里写的那些都是对的，情能够使人生，亦能使人死。情可以让人牺牲，也可以让人疯魔。哎，你梦中的那个女子到底是谁啊？她对你怨恨，你有负于她，难道就如圣德一般吗？和他绝不一样。火德元帅性子极为傲慢死板，若圣德在天界真是爱慕火德的仙娥，必定没少受气，所以这辈子才如此怨毒执着。笑什么呀？那都是前尘往事了。既然无从可解，就不要再提了。行了吧，你倒是洒脱了。现如今，他变成了石像，我们的满心疑问，找何人去解？贺心门，他之前说他的师门是贺心门，我们去问问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知情人。走。来，里边请。慢走啊！哎，客官，里边请。店家，哎，公子，这些都是你的，看着安排。但是有件事情，想向你打探。此处有个修炼之地，名唤鹤心门，为何找不到了？公子问这个做什么？这鹤心门可不是什么好地方。你这
龙宫没待几日，红尘录倒是写了好几页。切，你懂什么呀？人呢有五毒之心，这个敖轩是傲慢自私之毒，而盛德呢是偏执嗔怒之毒。我看就这个招兰洒脱明事理，顶着这么大的压力成为了四海之主，而且婚嫁任凭己愿，凭着自己的力量保护了整个家园。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他那样就好了。那你想保护谁，嫁给谁啊？你一个要断情绝爱的捉妖师，你关心我一个妖干嘛？干嘛？想来我们山境做客啊？是，问问都不行啊。不行。打听到了。怎么说？多年以前，盛德在此修炼之时，曾因知晓许多旁门术法，而且心思奸恶，被同门师姐所不喜。后来裴洛到此参拜，他便施法，加以魅惑，被封为侧妃，然后带回宫中。就在他离开的前夜，鹤心门忽起大火，57人尽数葬身，无一幸免。真狠毒的女人，我早看她不是好人了。57个人，没想到如此决绝。他就是想要斩草除根。若日后像我们一样有追本溯源的人，便无迹可寻了。他究竟是谁？到底做过多少恶事？便像迷雾森林中的雕像一般，永远封存起来了，谁也不可知。我现在想想可真可怕。还好你会那个拗口的法诀，不然变成石像的就是我们了。我这一路想了很多，我想明白了，以后我不想再做你身后的跟班了。你教我修炼吧，我想变得强大起来，以后可以换我保护你。还是年轻厉害，你天资聪明，而且什么东西一学就会。你要潜心修炼的话，说不定以后我做你的跟班了。哦，那倒也是了。干嘛？不服啊？哼！怎么了？这混元玉带可是帝君的爱物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啊！两位仙子，这腰带伴了帝君2000年了，你们竟然如此不小心！是谁摔坏的？仙师长，仙师长，我是玄心崖的颜旦，此物是我摔坏的，跟芷溪无关。你低阶仙士擅闯此地，摔坏帝君之物，必须跟我回偃虚天宫领罪。这玉带虽然不是副长室砸的，但毕竟是副长室看管不严所致。帝君和妙法阁的总长室那边，我也不好隐瞒。此事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请勿责怪姐姐。此事还要看帝君如何处置。走吧。颜旦，放心吧，姐姐，没事的。晚上等我来取仙晶筑基哦。等我。元帅，妙法阁长室思璇所盗法器已被魔族转移。你速去找应渊帝君，让他务必拦截住丢失的法器，否则此战难以平息。是。
山一长老，你挑动魔族内乱，若今日交出法器，我会留你一条全尸；否则，我只能顺应天命，除魔卫道。这9重天最强的法器都在我手上，休想让我束手就擒！解阵，诛杀帝君！竟然是修罗族之号！我想你的身世，今日也该告诉你了。你乃是上古恶灵之首修罗族，和仙界仙子所生。你额上的黑纹，便是修罗族的图腾。那我的母亲呢？当年你的母亲被你父亲蛊惑，她在生下你之后才知道，原来被利用了。于是她选择了以身殉道，和你的父亲同归于尽。在临终之前，她把你交给了我。应渊，你本不该存在于这个世上，但当时你太年幼了，吾不忍杀你，于是抹去你额上的黑纹，亲自抚养你，教化你。但是应渊，你要记住，你修罗族的身份绝不可暴露。如果在仙界有人知道你是修罗族的后代，必会杀之而后快。所以你是仙灵之后，无父无母，记住了吗？帝尊，如今魔族内乱已平，被盗法器尽数追回，已录入了妙法阁。此战，天兵死伤1000，天将折损2名。火德元帅正在天医馆探尾伤员。这100年来，魔界内乱不断，每每累积仙界出手，方可平息。此次更因为思玄和魔族长老暗通款曲，将无数的仙丹送往魔界，才令战事焦灼数月。你此次下界，魔界的玄香可有异动？回禀帝尊，我的一应行动，玄香都鼎力支持。他多番表示自己生性自由，并无野心。我细细的与他接触之后，发现他表里如一，和光同尘，并非伪善之人。邪神玄香若真无野心，便是6界之佛了。玄香如此性情，对仙界恐怕是喜忧参半。此话怎讲？玄香，他并不适合做魔界之主，他不喜欢权势，任由长老争权引发内乱。如今魔族看似内耗，但分久必合。若有一方逐渐强大的话，魔尊之位难保不会易主，到时候大战在所难免，还请帝尊做好防备才是。明日起，天机阁天兵处停止一切修牧，皆由你来指挥，绝不能让魔界有可乘之机。是。帝尊，已准备就绪。行行。
看见了吧？一个有锦绣仙途的仙官长士，连还清都曾向我要过此人，却因为一个情字，与魔族中人珠胎暗结，违反天条。受刑罚者，若不认错，至死方歇。帝尊，思璇执手数千年，一时被蒙蔽。帝尊，可否饶恕他这次？好，如若他肯认错，死后无留其元神，允其入夜望川洗净前尘，入凡界为人。思璇，詹夷长老已死，你还有悔过的机会。爱人已死，我岂可苟且偷生？况且，明明是这天条不公，我无悔亦无错。思璇，你因为情爱失志忘义，还在这信口雌黄，说什么天道无情，你知道吗？天条的守戒为什么是不容有情吗？因为唯有神仙无情，才可保六界平安。应元君，看见了吧？一个情字，一旦踏错，便是万劫不复。长士有情，便死伤千万；而如果帝君有情呢？那将是六界的浩劫，没有人可以幸免。你知道，现在六界为什么可以暂时相安无事吗？那是因为妖魔冥三界暗流涌动，所有的逆贼正在等待一个机会，在等待你暴露弱点。怎么，动恻隐之心了？你今日的不忍，只会生出怯懦，而如果他日六界大难，你又如何面对呀？帝君，请你即刻杀了我吧！这九重天，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你为詹夷受六界桎梏，牺牲一切，而那人在死之前从未询问过你的安危，值得吗？值不值得，帝君日后便知。我不会有那一日。情由心生，帝君难道就无心吗？我求求你杀了我，我宁愿怀着这有情的心死去，也不愿和你们这无情之人同活。我不愿意再受这不公的待遇了。我求你，我求求你杀了我！情法不可违逆，我能做到的，就是保下你的一丝元神。愿你能渡过忘川，重新开始，做个普普通通的凡人，可以爱，可以为了自己而活。
范归君，是你！颜淡，休得无礼。本君先好，清离应渊帝君。帝君与范归君是同一人。小仙鲁莽，不小心弄坏了帝君的衣物，还望帝君惩罚。玄仙崖的仙士怎会接触到此物？哦，对了，你的姐姐芷溪是在妙法阁任职。是小仙去拜访姐姐的时候不小心弄坏了您的玉带，跟姐姐毫无关系，是小仙一人所为，还望帝君明察。损坏腰带没有什么大事，起来回话。多谢帝君。帝君果然大人有大量，小仙日后一定会多多。我说了没有什么大错，但并不代表不罚你。青云，在。偏殿是不是还缺打扫的人手？哦，是。颜淡损坏玉器，性情顽劣，罚其入偃虚天宫侍奉，亲自缝补混元玉带，直到本君满意为止。唉，仙君，您别送了。今天我就要走了，你要好好保重身体，以后我会常回来看您的。唉，没想到你走得这么突然。别难过了，这以后谁来帮我破解棋局啊？唉，别哭了，仙君。仙君。我在您这宫里待了200多年，难道我除了给您破棋局，没有任何地方让您舍不得吗？您这么说，我可真是太寒心了。哎，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袋法器，就当是分别时我赠送你的礼物了啊。哎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以后可要经常来看我啊。放心吧。仙君，这个法器沉甸甸的，我此刻终于感受到您对我不舍的心情了。这样吧，在临走前，我再帮您破一局棋，怎么样？哎，好啊，好啊，来，我突然想到了，我知道翻归的那个小人是谁了。是谁啊？小人帝君这回总算是黔驴技穷了，这局还没有上一局难呢。哟，你这一子下的可妙啊，以虚打实。你看看，把他这一脚的活子全都打成了废子。哎，你这一招是怎么想到的？下棋对我来说，要不然就是捡漏，看出对方的破绽，顺藤摸瓜；要不然就是打劫，把对方的变成自己的，变不成那就通通吃掉。往往后面那一种是非常艰难的，但是愚公移山，铁杵也能磨成针的。妙！今日本想与仙君面对面切磋棋艺，没想到竟看到忠心仙士不舍救主的场面，本君都不好意思开口要人了。哈哈，应渊君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小人帝君那局我就到了。看你们如此专注，我也不好出声打扰。你好歹堂堂的上神，你这样如此偷听别人的墙角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唉，本君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影响的仙君一起作弊，真是惭愧。啊，
应元君，你说笑了，你一定是看我破解棋局呢特别的辛苦，所以呢，你就一次一次的降低难度，故意放水，是吧？刚才只是说笑。严旦呀，去了偃虚天宫之后呢，由你亲自教导，我想他的棋艺和仙法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。既然你的精力如此充沛，打扫偏殿实在是太大材小用了。以后呢，誊抄仙法、破解棋局，自然就交给你负责了。帝君您棋艺高超，每日肯定有很多神仙来找您斗棋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难道……能者多劳啊！以后，所有人送来的棋局，自然是交给你来应付了。哼，你就是气我帮仙君破了你的局，公报私仇。是。还有，混元玉带尽快补好，莫要让其他仙士去催，白白浪费别人的时间。是。应渊这个小人，他表面温文尔雅的，但实则呢，肚子里一堆坏水，给我安排这么多活让我干，他就是故意想整我，小人。没想到。众人眼中如此完美的帝君，还有这样一面，这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又丰满了一些。哎，你到底跟谁一伙的你？好了，严旦，帝君犯规不过是童趣之举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况且他与北冥仙君对弈，外人本就不该干预。你当着他的面说他是小人，他还能一笑了之，可见他宽宏豁达。是个正人君子。窒息，你清醒点好不好？你这是色令智昏啊你！你们知不知道偃虚天宫有多大？每天什么活都让我干，腰酸背痛的。还有那个书让我抄了一遍又一遍，我脑袋都快疼死了。多少人想来偃虚天宫还进不来呢？你有这样的福气，应该珍惜才是。哦。芷溪，长侍，耍小聪明让妹妹顶罪，你们还真是姐妹情深。可惜帝君宽和大度，让严旦因祸得福了。不知你这个做姐姐的，心里酸不酸？有没有一丝后悔？若不是那一念之差，如今飞黄腾达的可就是你了。偃虚天宫的差也并不好当，严旦每天甚为辛苦。这种不痛不痒的诉苦，你也信？不过就是炫耀罢了。严旦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你说她是哪种人？不思进取的废物妹妹？双生莲必分强弱，大家都说你是强的那个。我看未必。不然，帝君为何一眼挑中那个一无是处的严旦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严旦，你最近神神秘秘的，还不告诉我你写了什么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我写这出戏的灵感，正是取自你给我推荐的那本《创世之战》。哦，上古初期混沌初开，修罗佐以神器无双镜打开了摩天结界，掀起大战。帝尊携4大帝君救众生于水火，辟四海，创6界。
这才有了如今的太平盛世。你写了这么一出拍马屁的大戏，实在是太鸡贼了。我如果只写大战，那所有的神仙都能看出来我在拍马屁，我才没有那么蠢呢。再说了，光写战争只会流于枯燥，根本没有那么好看。那你到底写了什么啊？我呢，以战争作为背景，从一位已灭族的上古彝族的视角作为切入，以小见大，以弱趁强。你选了什么上古彝族啊？为了相助四帝君，在创世大战中全族覆灭的九岐。你竟然翻出了九岐！正是，他曾被誉为6界当中最强悍的水族，上天为龙，入海为鱼，百毒不侵，水火不灭。可就这么厉害的种族，却在这些年的和平当中被人们逐渐遗忘了。如今除了我们，谁还能想到当年惨死的九岐呢？你是不是想到了自己，觉得同病相怜了？唉，四叶汉旦一族最起码还残留了我和姐姐，可是九岐连个血脉都没有留下来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传说九岐虽然善战，但却生来欲望浅薄，在每化人之前都会经历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卡，没度过呢，就会灵力散尽而亡；度过了，便是浴火重生。阿晨，你所占之地，除妖冥2族之要隘，恐有腹背受敌之嫌，定要小心。我会的。妖冥2族尚好对付，而你，风翼，平定了生死场，速速来找我。这是自然。我们不如打赌，谁先结束战役，我们孩儿的名字就由谁来取，可好？好。希望孩子诞生前，我们便可团聚。这么多年了，竟还有人记得我们九岐一族。停！哎呀，不对，你是九岐族赫赫有名的女将军，哪怕面对生死离别，你的眼神必须是坚毅的，你要压制住内心的不舍，明白吗？还有你，并不知道这一别将是永别，所以你的表情不能太过于悲怆，并且你要相信眼前这个人一定会得胜归来的。这样吧，大家再来一遍好不好？严旦，时间不早了，今夜就先排到这里吧。明天一早大家还要起早侍奉呢。哦，那今日要不然先这样，你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，散了吧。走。哎，这儿的长师收了我们送的法器，没说什么吧？没有，帝尊重武亲闻，这个戏台子也荒废了很久，长师还乐不得我们用呢。那就好。唉，这第一章是写九岐2位将军的生离，最后一章是写他们2人的死别。唉，也不知道中间4帝君的戏份该如何写。好呀，陆明，竟然想吓唬我！哼！
哇！我的戏码！我的戏码！兄台，你哪位啊？你为什么半夜来我房间，还会水系仙法？你说，你干嘛的？不说是吧？好，你不说的话，我现在喊天兵抓你了。天！我呢，只是一个刚刚偷偷化成人身的一个黑羽小仙而已。啊，我是无意间误打误撞的走进披香殿，看见你们正在排戏，我觉得很有趣，我又想知道后续发展的情况，就偷偷溜了进来。我只是想看看后面的戏文是怎么写的。刚化成人形就长这么大？原来是水族，怪不得能灭火。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些，就是你帮我抢救戏文的原因喽？啊，看来你这条小黑鱼还算有良心嘛。我之前认识的那条就没有你这么有良心了。看你的装饰吧，确实不像什么仙君仙士，所以你跟我来，当真是因为觉得我戏写得好？是啊。乾隆尊还有尊后的故事，我也很想知道后面到底发展的怎么样了。哦，对了，九旗呢本来是我们的四海龙尊，我很想知道他们接下来的情况。你居然知道九旗？哦，我以为现在除了我，没有人知道九旗了呢。小伙子，有眼光啊！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还没有名字。连名字都没有，看来他定是身份微末，处事艰难。是这样的啊，今天你遇上我，算是你的幸运。以后跟着我吧，只要有我在，保证带你吃香喝辣，做一个快活神仙，怎么样？若非是他在我渡关的危急时刻献出真身相救，我必不会这么顺利的成功化人。既然如此，就算做个跟班也无妨了。怎么样？考虑好了吗？当真如此？当真如此啊！你不是还没有名字吗？啊，让我来帮你取一个吧，等着啊。哎，当真如此？嘘。好了，这个名字竟然还不错，是吧？于墨。我明明写的是于黑土啊！啊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你刚刚从小黑鱼幻化成人形，所以我觉得黑土很适合你。不，这名字未免也太土了吧？还是于墨好听一点。你看啊，是命运让我们相遇，又是缘分让我来看错这两个字，所以我决定往后还是叫于墨吧。虽说有道理啦，可是我还是觉得黑土比较可爱朴实啊。不是，还是顺应天命吧，往后就叫于墨吧，好不好？那好吧，就叫这个名。